Hello， 大家好，我是蔡艾伦。这期艾伦带大家来看看水源新天地公馆新成品的施工进度，以及跟大家聊聊这里能不能拯救公馆商圈，也会再带大家试看看公馆的大埔铁板烧这一家分店被称为全台北最好吃的一家。再来就是韩国商店跟日式小派饼的介绍，主要就是带老朋友们看看公馆最近有哪些变化。今天一样跟着艾伦出发吧。前几期艾伦跟大家聊到公馆，艾伦都是走罗斯福路，今天决定走河堤，因为河堤最近也在施工，所以来看一下。不过在去河堤之前要先倒个垃圾，在台北市都会有清洁分队定点收垃圾，只要平常没办法配合垃圾车时间，就可以把垃圾装在专用垃圾袋里面拿到定点处这里来丢。所以艾伦常常会来到我家附近的分店丢完垃圾以后，就站走到公馆或者集美去逛街觅食。现在丢完垃圾了，旁边就有一个楼梯可以走到河堤。现在上来河堤以后，会看到这里有网球场、篮球场都可以给民众使用，旁边还有棒球场跟垒球场。现在我们就开始往公馆方向走去。河堤这里的西中和平公园正在施工，看起来是想好好整顿了一下，设置了步道，那大家可以来这里散步，并且欣赏一下风景，期待未来的完工。这里还有槌球场，还蛮多大哥大姐在这里。接着现在走到这里还有篮球场跟溜冰场，可惜的是没有开放，前面那段步道已经整修好了，未来应该是会开始整规整段。接下来我们走到涂鸦墙，台北市政府在8个河滨公园都会设置合法涂鸦区，让民众前往创作。文山区这里则是西周和平公园，不过政府也会邀请艺术家在这里创作，所以想涂鸦的朋友们记得不要破坏到这里。现在这里往左侧上去就是福和桥，可以骑单车或者走路到永和去。这一侧下桥的话是公馆百老汇戏院，也就是以前的公馆圆环。在福和桥上天气好的话，还有机会看到台北101。往这一侧就是玩友河，现在拍到的这一块就是福和桥跳蚤市场，规模很大。除了星期一公休以外，每天早上到中午以前都有市场，有机会艾伦会再去拍摄介绍给大家。现在我们继续走河堤，这里是宝藏岩，从这里也可以走上去宝藏岩园区。现在快走到有福桥以前，我们就要往右侧前往公馆。从这里出来就是思源间，也就是自然水源区。首先我们会经过自然水博物馆，这里会介绍台北自来水的历史。在每年的冬天圣诞节或者樱花季也会有活动，像去年2025年圣诞节就是跟史努比合作。如果未来公馆新的成品完工了，大家到时候可以来到这里，除了看樱花感受圣诞气氛，也可以逛一下旁边的成品。在自然水园区对面也有星巴克跟一家里克奥莱，也是可以拿奥莱挖宝一下。现在看到的这栋就是自然水园区正在干的公馆大楼了，大楼名称目前看起来是台北翡翠处大楼，但是整个园区是叫做水源新天地。这里未来会有成品生活进驻，也会有清水设施。2027年还会有台北文学馆以及好水故事馆跟玉豆馆。接着这个园区的范围很大，整体可以从思源街连到汀州路3段160巷，走出去就是水源市场，然后160巷这一侧就是公馆市集。每个星期的星期六跟星期天，只要天气好就会有市集，但是只要下雨就会停办，这也是这个市集的缺点。规模很大，但是炎热的夏天在这里摆摊，对摊主或者消费者来说都很辛苦，而且上厕所也不方便，这里只有流动厕所，要上厕所的话就只能跑去水源市场上。看看未来这个公馆市集有没有机会跟成品或者水源新天地谈看看租用室内的空间，这样公馆市集下雨天也能照常举办，两边也都能互相大胆人潮，消费者逛起来也很安心，重点是上厕所也方便许多。
至于未来的水源新天地开幕以后能不能拯救公馆商圈，艾伦其实是蛮看好的。首先，这里从公馆捷运站走过来只要5分钟，比松山文创跟新店玉楼城都还要方便。接着在公馆晚上也会有夜市，大家晚上可以选择逛夜市，也可以来逛水源新天地。白天的话，可以先来这里逛好水故事馆跟文学馆，甚至是游玩清水设施。就有点像我们在松山车站，白天下午可以先逛新地利松山，然后晚上可以去老河街夜市，就能打发下午到晚上的时间，相当方便。即使就算公馆的水源新天地没有电影院要进驻，但是只要有人成品生活，就不用担心没有人潮的问题。加上夏天有清水设施加成，假日还有公馆市集，还有前面跟大家提到的自来水博物馆的樱花季跟圣诞季，变成了一年四季都有来公馆的理由。接着再加上公馆商圈本身也有的安康南跟光南保养等店家，甚至也可以选择在台大校园散步，都足够让大家在公馆待上一整天。接着艾伦也来聊聊松山文创园区跟新店玉楼城两个地方一样都有成品生活，在新店玉楼城也有微秀影城，虽然平日这里没有太多人潮，但是玉楼城的成品营收还是全台湾最高的。在新店玉楼城里面也有保养，甚至在玉楼城对面也有家乐福，两边都能满足新店地区居民同时逛街购物以及采买生活物资的需求。松山文创园区方面，由于年纪大巨蛋，如果有球赛跟演唱会，这里的人潮就会变得更多。加上松山文创园区也会举办很多展览，加上书店也是24小时营业，还是能稳定聚集人潮。不过松山文创这里人潮只要偏多，加上餐饮选择性较少，觅食上就会变得很困难。新店玉楼城则就不用担心这问题。说到结论的话，艾伦是觉得成品真的很厉害，很会选点。看上松山文创可以让喜欢看展览，也可以让到大巨蛋参加活动的民众前往。玉楼城也能满足新店一带的居民逛成品之余，也能顺道逛街购物。而未来的公馆水源新天地就会像是两边的综合体，除了可以满足购物逛街需求，也可以顺道来看展览，并且还有公馆夜市的加成，总是大家期待水源新天地带给大家的新气象吧。接下来艾伦就是带老朋友们看看公馆商圈近期的变化。罗斯福路跟新生南路口这里之前是屈臣氏，后来空了好几年都没有商家愿意承租，最近城市变山西租了下来。然后这里的西斑马线也启用了一段时间，看起来使用率是还蛮高的。当然在公馆这里本来就有一家成品台大店，大家可能会好奇，到时候水源新天地开幕了，那这家成品台大店还会不会存在？艾伦其实是不晓得的，但是有看到网友说成品在北部的企划办公室是在这家台大店里面，所以网友觉得台大店是不会收起来。但是艾伦是觉得在一个地区同时有2家成品的几率真的也不高，所以艾伦是觉得这家台大店结束营业的几率还是有的。成品台大店的隔壁之前也是肯德基，现在肯德基搬走以后，房东将本来的大楼跟这两边都是租给了韩系商家，左边是一家韩式 BBQ， 右边也是主打寿司跟自助拉面，然后也有卖一些进口商品。艾伦就先来这家用餐一下吧。现在进来1楼是点餐区，可以在这里自助泡面，也可以点熟食类来吃。熟食类有辣炒年糕跟炸鸡等等。艾伦今天点了蜂蜜奶油去骨炸鸡。这家平常用餐只有开放1楼，如果1楼坐满了才会开放4楼。不过今天店家有同意让我上到4楼拍摄，感谢店家。4楼的整体装潢很不错，窗外也是台大校园。接着拿到3楼是贩售冷冻食品，也有众多的饮料、烧酒还有汽水都有。这里以后还会有盘屉机。2楼的话就是卖一些商品，从泡面到洋芋片、零食都有，喜欢韩国食品的朋友都可以来看看。
炸鸡要现等15到20分钟，然后现在上桌了，旁边还有附了一盒腌萝卜。这家的炸鸡整体没有到很好吃，但是还是能让艾伦一口接一口吃完全部。如果想要吃自助泡面的，或者想要吃一些韩式熟食的朋友们，就可以考虑一下这家咯。现在艾伦来到罗斯福路3段316巷，也就是公馆商圈手摇饮的一级战区。这里德政跟米克夏算是看了很久，但是另外一边这里则是大都换过店家了。本来这里有5德奥跟老赖以及理想，还有炸鸡大师，现在也都换成了北的红茶跟一家手中甜点店。这家甜点店有卖大福还有酸淇淋，不过艾伦这次是来吃看看小盼饼。简单来说，小盼饼就是烧烤过后的麻薯，这里有福冈抹茶跟红茶，还有芝麻口味。艾伦的话是选择芝麻口味。小盼饼由于是现烤的，所以就算隔着担子还是很烫，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吃。咬开小盼饼以后，里面的芝麻会是流汁的，如果你跟艾伦一样是芝麻控，可以来尝试看看。在同一条巷子的那家挂包生意还是很好，旁边最早是陈山顶，后来陆续换了几个店家，现在则是又回到了手摇饮店。本来艾伦是对这家没太大兴趣，后来有一次看到这家的饮料配料有麝香葡萄粉果，于是我就尝试看看，尝试以后就喜欢上这家的粉果了，后来还是有陆续来喝过几次。这家还有草莓系列，喜欢草莓饮品的也可以来喝看看。现在来到这里，前身是老面包店、迷店、德记还有星巴克。这栋的房东听说也是德记的老板，可能是因为面包店没有年轻人想接手，最后干脆收起来了。现在则是整栋都租给康世美。康世美的旁边也新开了一家来自日本的二手服饰店。不过艾伦对服饰没有太大的研究，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自己来看看。在公馆捷运站4号出口也开了一家全家便利商店，这家大概也是这10年以来暂度有便利商店是开在公馆市区罗斯福路的大马路上。公馆虽然也有好几家便利商店，但是都开在汀州路，要不然就是巷子或者台大的校园里面。如今终于看到了一家是开在大马路上的，希望这间全家可以开很久。现在拿到以前的东南亚戏院，曾经秀泰有接手过，后来也退出了。本来在这里1楼的全家超商跟裕都用品店也都撤离了，这里则是变成了 VR 剧院宽始路。除了会播放日本声优的 VR 演唱会，据说也有租借场地给外界使用。目前在1楼是电影那张照片里面的我们的小展览。上了2楼则就是放映厅，不过现场看起来是没有在售票的，要从网络上自己先买好票才能来观看演唱会。对公馆人来说，东南亚戏院看电影的回忆还能保留着，也是很不错的一件事情。现在艾伦就来看下大埔铁板烧了，这家晚上都要排队，所以我们选择下午4点先来用餐，不用排队就直接入座用餐。这里点餐就是换单，然后饮料跟白饭汤品都可以无限享用。我们刚开始进来的时候是已经见底的蛤蜊汤，所以艾伦就没有喝了。不过后来是补了大骨汤，对艾伦这种喜欢啃骨头跟啃肉的人来说，完完全全就是我的最爱。蔬菜方面会先上豆芽跟高丽菜，这里的蔬菜是可以免费续的，但是厨师还是会问一下旁边饮食店长的厨师能不能续菜。不晓得是要看当下情形，还是可能不一定能免费续菜，艾伦也不清楚。反正我们就续成了高丽菜的，而且续菜的分量也是超级多的。我家老大是吃手板猪加豆腐，艾伦则是牛小排加炒三鲜。接着先上的是豆腐跟炒三鲜，炒三鲜是虾仁、花枝还有蒟蒻，这2样都没有很雷，都很下饭。我们还有单点臭蛋跟9层塔蛋，不过吃起来就很一般。
再来就是主菜，秋板猪跟牛小排也是很好吃，肉也不会到太老，而且汤汁也很适合配饭。公馆这家虽然网络上是号称是全台北最好吃的分店，但是按伦觉得跟松山那家比起来，味道其实也差不多。不过大家未来拿到公馆，如果也喜欢吃铁板烧的话，还是可以来尝鲜看看。这家也有看到半夜一点，想要晚一点来也是可以，但是如果能下午来就早点来，因为晚上真的生意很好，要等很久。公馆夜市固定星期三都会有店家休息，像是有名的地瓜球等等，所以星期三未来公馆的人潮就会偏少。不过有登上米其林的雄记葱抓饼还是会出来摆摊。最后来吃点冰点，这家一粒泡泡冰是连锁店，在士林也有一家，并且是70年老店，相当有名。然后公馆这家只有一位大姐照顾，所以生意好的时候大家要有耐心等待，并且要自行取餐。艾伦今天点的是招牌泡泡冰，也就是花生跟花豆的组合。每次一吃，艾伦都很喜欢这家的冰。平常能在公馆吃到，不用特地跑到士林，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最后，艾伦就是分享公馆二手市集给大家看。这里的二手市集其实呢，逛街的人潮真的很多。艾伦是觉得会是让外地朋友每个星期都想要来走走逛逛的原因。至少像艾伦就每个星期都会来一次。毕竟2天的摊位都不一样，可以2天都来挖宝看看。不过还是希望宣传可以再做得更好。像我朋友在其他市集摆摊，他都会说有外籍劳工来买二手衣服，而且一次都常买好几件。反而艾伦在这里就没有看到太多外籍劳工，有点可惜。现在外籍劳工的消费力可是不会输给台湾人的。如果宣传能再做得更好，搞不好也能吸引到众多的外籍劳工拿到这个市集刺激消费。再加上未来的水源新天地，搞不好连国外的观光客都会来朝圣，对水源新天地还有市集来说都是好事。不过还是老话一句，还是希望这个市集未来能办在室内啦，这样下雨天还是能照常举办，炎热的夏天也能有冷气可以逛市集，也能为水源新天地带来更多人潮。好，那今天影片就介绍到这里，希望大家会喜欢，大家也不要忘记按赞并且订阅频道。大家的支持都是艾伦做影片跟大家聊天分享的动力。那我们下部影片再见。